今天我不讲病，只讲一个字，一个压在所有中老年人头上的字，那就是命。过了40、50岁，你是不是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劲了，认命了？哪怕你现在心里在苦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，男左女右，掌心对着自己。我不要你看什么生命线长短，也不要管感情线乱不乱，那些都是皮毛。我要你看的是能不能逆天改命的通天文。只有一件事，盯着你手掌的正中间，有没有一条线从手掌根部，也就是坎宫，像一条龙一样直接冲破天人界限，直捣中指根部。如果有，那我要恭喜你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尼斯别寻我开心了，我都50、60岁了，我觉得这辈子窝囊得很，衰尾道人一个，哪来的发财命？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灰心，更不要想不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手上这条线在中医相法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做通天文。当年我在教天机的时候就讲过，手上有这条线的人，前世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你现在的穷是你前世发的愿，你现在的苦是你这一世该立的劫，但这都是暂时的。只要过了这个坎，只要懂得怎么去启动这条线，你的晚年那个富贵是泼天的，就像基隆河的水暴涨一样，挡都挡不住。我不讲空话，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。之前我在台北看诊，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，诊所快打烊了。这时候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个男士。我看他那样子差不多50来岁，头发花白，衣服虽然穿得整齐，是那种旧式的西装，但领口都磨破了，袖口还有油渍，整个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背是驼的，脸色发青，那个眼袋大得像挂了2个水袋，一看就是肾气大伤，心神耗弱。他一来就坐到我对面，也不说话，就低着头长吁短叹。我这人脾气你们是知道的，我最看不得大男人在那边磨磨唧唧。我就把茶杯一放，直接问他，先生，你是来看病还是来看命？他苦笑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。他说，尼斯，我看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做生意被朋友骗，赔得精光，几千万台币啊都没了，老婆受不了苦跟人跑了，儿子嫌我没用也不理我，我现在身上就剩几千块台币，我想去跳淡水河，但又不敢，怕尸体捞起来难看。我就想问问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是个讨债鬼投胎？我是不是注定要穷死？我当时听了眉头一皱，我心里想，这人虽然气色晦暗，但说话的中气还有一丝根基。我说，把手伸出来我看看。他颤颤巍巍地把左手伸出来，手掌满是老茧，还微微发抖。各位，我当时一看他的手，我就把桌子一拍，啪的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。我指着他的鼻子骂，你个笨蛋，你这哪里是讨债鬼，你这是财神爷在睡觉啊！你捧着金饭碗在讨饭，你自己知不知道？他愣住了，以为我寻他开心，那个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，说，尼斯，我都这样了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我抓着他的手，指着他手掌心里那条深得像刀刻一样的线，我说，你看清楚没有？这一条从坎宫直通离宫，中间没有断裂，没有倒纹，这叫通天文。你要是在古代，这是要当宰相当军师的命。你现在的落魄是因为你的势还没到，就像那个大鹏鸟，风没来它怎么飞得起来？你现在要是死了，那你真是把你祖宗8代的脸都丢尽了。我为什么敢这么笃定？我跟诸位讲，相不独论，但文可通天。这条纹路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人的心性极强。这是一条孤独的线，也是一条王者的线。有这条线的人，通常年轻的时候都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天爷在磨你的刀。你是一把宝刀，不磨怎么会利？你之所以现在觉得苦，是因为你太急了，你想逆天而行，你想在春天就收割冬天的果实，那怎么可能？我跟他讲，你有这条纹，说明你心气极强，你是那种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绝的人。你现在的失败，是因为你的肾水不足，撑不起你的心火，导致你判断失误。你回去给我老老实实睡觉，把身体养好，不要去想那些钱的事。过了明年，你的大运流年一转，这通天文的力量一爆发，你等着看吧。后来你们猜怎么着？过了大概5年，我都快把这人忘了。有一天我在诊所，突然收到一张支票或一封信，支票上的数字我就不说了，
反正是很大一笔美金，是捐给我们推广中医的。信就是当年那个人寄来的，他在信里跟我说，当年听了我的话，他回去后没有再想着自杀，而是沉下心来去菜市场帮人送货，杀鱼从最底层做起。因为他手上有这条通天文，他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发现了传统食品加工的一个缺口，刚好赶上台湾食安风暴后的转型风口，他用最笨的方法做最实在的东西，一下子翻身了。他说，尼斯，要不是当年你骂醒我，告诉我手上有这块免死金牌，我早就变成河边的一具无名尸了。所以诸位，为什么我要在第一章先讲这个故事？我是要告诉你们，很多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，到了50、60岁，看着别人开豪车住洋房，看着以前成绩比你差的同学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自己还是一地鸡毛，心里那个苦啊没地方说，觉得老天爷不公平。但是老天爷绝对是公平的，他在你身上留了记号，只是你看不懂。你以为这条线只是皮肤上的折痕吗？错。很多人跟我讲，哎呀，尼斯，这手相是迷信啦，是统计学啦。放屁，这哪里是迷信，这哪里是统计学，这叫最高级的生理学。这是你的五脏六腑在外面显示的地图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有的线长这样，有的线长那样？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的气血运行轨道不一样。这条通天文为什么能代表晚年富贵，为什么能代表你能翻身？这背后有着一套严密的中医逻辑，这牵扯到我们身体里最关键的2个脏器，心与肾。我们中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癌症、心脏病还是糖尿病，我们心中永远有一张图，这张图讲究一个最核心的概念，叫做心肾相交。来，再看一次你的手掌，不要随便看。你手掌的最底下，靠近手腕的那一块区域，是不是肉厚厚的，有的还鼓起来？那个地方在中医里对应的是你的肾脏，对应大自然就是水。你手掌的最上面，中指的下方那块区域，那个地方对应的是你的心脏，对应大自然就是火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一条通天文，它起于坎，止于离，它像什么？它就像一根导管，或者说一条高速公路，把它下面和上面连起来了。这代表什么意义？我讲个最简单的生活常识给你们听，包准你能听懂。你们在家里烧过开水没有？煮过汤没有？那个肾脏就是锅里面的水，那个心脏就是锅底下的火。按照物理学常识，火是不是在下面烧，水在上面煮，这个水才会开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在易经里叫水火既济，这是完美的状态。但是请注意听，人体的构造很奇妙，我们的心脏在上面，胸腔、肾脏在下面。如果是正常人，心火是往下的，肾水是往上的，这样才能相交。可是如果你身体不好，这条路断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火在上面拼命烧，热气往上飘，水在下面冷冰冰，湿气往下沉，火跟水完全碰不到面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火水未济，这叫死路一条。你看那些高血压的病人，是不是脸红脖子粗，但是脚底板是冰凉的？这就是没有通天，上下不交接嘛。这种人你别想发财了，你先想想怎么保命吧。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又失眠又频尿，那这跟发财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如果你的肾水充足，底下水够多，而且你手掌上有这条通天纹，这条纹路就是那根把水引上去的管子。当肾水顺着这条路源源不断的往上走，遇到上面的心火，冷水遇到烈火，会发生什么物理反应？会变成真气。这在中医里我们给它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，叫做气化。诸位，这个蒸汽可不得了啊！18世纪工业革命靠什么？靠蒸汽机啊！火车为什么能跑？轮船为什么能动？因为水变成了气，那个推动力是液态水的几千倍、几万倍。所以手上有这条通天纹的人，说明你的身体里有一台超级蒸汽机在24小时运转。这股气具体表现在你的性格和能力上，就是2样东西。第一叫做志，中医讲肾主志，这个志不是说你写作文的志向，而是你的意志力像钢铁一样硬的意志力。你看那些大老板、大企业家，像王永庆老先生那一代人，哪个不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遇到困难，别人早就吓跑了，早就回家哭爹喊娘了。
它还在那里死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肾气足，它底下的水源源不绝，这口气撑着它，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第二叫做神，中医讲心主神，这个神是指你的神志清明，眼光毒辣。当肾水上来了，记住心火，你的心火就不会燥，而是明。你的脑子是冷静的，但你的热情是高涨的。别人看股票跌了，吓得要死，赶快割肉，你一眼就看出来那是机会，是大底。你敢进场，别人看这个项目不行，你能看到3年后的趋势，这就是神在运作。所以诸位朋友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有时候在诊所看病，抓起病人的手一看，有这条通天纹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只要把病治好，把他的管子疏通，他出去做什么都会成。因为他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是普通人的10倍、100倍。普通人是什么？普通人是活水未济，心里想着发财，身体却懒得动，晚上想着千条路，早上起来走原路。这就是因为你身体里没有产生真气，你没有动力嘛。而有通天纹的人，他是知行合一的生理结构。所以你说这是迷信吗？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因为你身体好，你的肾气足，心脏强，任督二脉通畅。这样的人他不发财谁发财？老天爷不把钱给这种精力旺盛、头脑清楚的人，难道要把钱给那些整天病恹恹只想着躺平的人吗？这就是晚年大富的真正逻辑。到了50、60岁，别人的真气机都生锈了，停摆了，你的还在轰隆隆的转，别人的脑子开始糊涂了，开始怕这怕那了，你的脑子比年轻人还清楚。这时候你不当首富都对不起你这副身体。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给你们泼一盆冷水，而且是一盆冰水。这条线虽然叫通天纹，是一块免死金牌，是一张发财的通行证，但是这张通行证是有使用期限的，也是有使用规则的。如果你不懂得保养，如果你乱用这股气，这条线就会变成一条索命绳。我不是在吓唬你们，我在美国看过一个病人，是一个台湾过去的老华侨，姓林，我们叫他老林好了。他的故事非常惨痛，但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听进去，因为如果你手上有这条线，或者你想养出这条线，你必须知道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。老林年轻的时候，那是标准的少年得志。他在台湾70、8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做进出口贸易，那时候钱好赚啊，加上他手上有这条通天纹，精力旺盛，脑筋动得快，30几岁就开宾士，带劳力士，走到哪里都是大哥。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条通天纹直直地冲向中指，气势如虹。照理说这种面相晚年应该是像王永庆那样，虽不说富可敌国，至少也是一方富豪，受人尊敬。但是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，我抓过他的手一看，我不骗你们，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。那条原本漂亮的通天纹还在，但是在纹路的正中间硬生生多出来一个黑色的斑点，像是一颗钉子钉在那里。而且纹路的尾端靠近手指的地方不再是直直的一条，而是散开了，变得像一把破扫把一样。在中医手相学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破格，这叫中道崩除。我指着那个黑点问他，虽然他已经说话不清楚了，但我还是要问给他儿子听。老林，你跟我讲实话，你40岁到50岁这10年间，是不是以为自己是铁打的身体？是不是天天喝酒、熬夜、玩女人？他那时候歪着嘴，眼泪哗啦啦流下来，点头如捣蒜。为什么我一猜就中？诸位回想一下我刚才讲的烧开水理论。通天纹是一根管子，它负责把肾水输送到心脏。但是如果你仗着自己肾气足，你就开始挥霍，今天去酒店喝大酒，明天去赌场熬通宵，后天又搞什么3妻4妾。中医讲肾主藏精，你的精就是那一锅水啊，你天天在那边泄，在那边漏，哪怕你是太平洋的水，也经不起你这样拿抽水机往外抽啊。等到你把底下的肾水漏光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管子还在，火还在烧，但是水没了。这就像一个干烧的锅炉，那个热气没有水来中和，它就变成了邪火，变成了毒气。这股邪火顺着通天纹直冲脑门，你的血管受得了吗？你的心脏受得了吗？砰的一声爆掉了。这就是
老龄脑溢血、中风的真相。这不是意外，这是必然。我当时看着老龄，我虽然心里同情，但我嘴上绝不留情。我说，老龄，你这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老天爷给了你一台法拉利的引擎，结果你把它装在拖拉机上，还天天加劣质汽油，还要去跑越野赛，它不报废才怪。那个手掌上的黑点就是血管淤阻的信号，那个尾端像扫把一样的碎纹就是心神涣散的证据。那有人要问了，尼斯，既然我有这条线，为什么我现在快60岁了，既没发财也没像老林那样乱搞，但我就是穷，我就是倒霉。这就是另一种情况。急什么？通天文既然叫通天，它就不是那种让你中乐透的横财，它是大器晚成的纹路。你们去看易经，乾卦到了第5爻才说飞龙在天，人生也是一样，50岁之前那叫潜龙勿用，那叫见龙在天，那是老天爷在考验你的心性，在磨练你的筋骨。你有这条文，说明你这口气比别人长。别人到了50岁，肾气衰了，脑子糊涂了，只想退休抱孙子了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油箱没油了。而你呢？因为你有这个潜力，只要你懂得保养，你到了50岁、60岁，你的脑子比年轻人还清楚，你的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。这时候你的经验有了，人脉有了，再加上你这口连绵不断的真气，时机一到，新的大运一来，别人都在衰退，只有你在往上冲，这才是晚年首富的真正逻辑。老林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条线是放大器，你有德行，它放大你的富贵；你缺德败家，它放大你的灾难。讲到这里，你们应该明白了吧？这条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它是你身体里的核反应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尼斯，如果我现在手上有这条线，我要怎么保护这个反应堆，不让它爆炸？或者尼斯，我看了半天，我手上断断续续的，或者根本没有这条线，是不是我就没救了？是不是我就注定穷一辈子？笑话，那是必须有救。我治病从来没有没救这2个字，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命理的病，都有方子。中医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夺天地之造化，没有的我们可以养出来，断掉的我们可以接起来。接下来我要教你们一套救命改运的实操方法。我不让你们花钱买什么水晶、貔貅，那些都是骗小孩子的把戏，放在家里也就是个摆设。我要教你们怎么用中医的方法，动动你的手，动动你的脚，把那根断掉的电话线接起来，把漏掉的财库补回来。这套方法价值连城，你在外面上几万块的课也学不到，因为这是从《黄帝内经》和道家洗髓经里提炼出来的精华。第一章方，强肾固本，正脚跟法。刚才说了，通天文的根基在坎水，也就是你的肾。很多50多岁的人为什么财运走下坡路，为什么投资老是失利？因为你肾气虚了嘛。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是不是这几年感觉腰酸背痛？是不是晚上睡觉起来上厕所3、4次？是不是总是丢三落四？刚拿起来的钥匙转头就忘？你的根都枯萎了，那条通天文怎么长得出来？别去买那些什么壮阳药、补肾丸，吃多了上火，反而把心脏烧坏了，那是杀鸡取卵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、最笨但是最有效的动作，正脚跟。具体做法，每天早上起床，刷牙洗脸后，面向北方。为什么向北？因为北方属水，对应肾脏。我们要吸纳北方的水气，身体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全身放松，双手自然下垂在裤缝两边，把你的脊椎骨想成一条龙，把它拉直，慢慢把脚后跟踮起来，脚尖着地，吸气，然后重重的落下去。关键要发出咚的一声，让那个震动感顺着你的脚后跟，沿着你的小腿、大腿，经过尾椎骨，顺着脊椎，一直传到你的后脑勺，震得你脑袋都嗡嗡响才对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看那个脚后跟，那是肾经和膀胱经的起源地，你这一震就是把你沉睡的肾气给震醒。就好比那个水管堵住了，有很多水垢，你在外面拿个锤子敲一敲，震一震，那个锈迹是不是就掉下来了？管子是不是就通了？这招有多厉害？我有个病人，60多岁的老陈，前列腺肥大，尿不出尿，生意也做不顺，天天在家唉声叹气。
我让他别吃药，每天早上正脚跟200下。他一开始不信，对我说：尼师，这么简单能治病？我说：你个笨蛋，大道至简，最厉害的方法往往最简单。他回去坚持了3个月，后来跑来说：尼师，神了，我现在小便像童子军一样有力，而且感觉脑子特别清醒，做决策都不犹豫了。我再抓他的手一看，他的手掌底部原本杂乱的纹路竟然开始慢慢理顺了，隐隐约约有一条细线要往上冲。这就是生理改变命理。你肾气足了，底气就足，财气自然就聚过来了。第二章方，清心降火搭鹊桥法。有了肾水还不行，你还得有心火来吸它。但是现在的人心火太燥了，你们是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看新闻骂政府，看小孩骂笨蛋，出门开车骂路怒，或者心里总是慌慌的，焦虑的不得了？我跟你们讲，每一次发火都是在烧你的钱。你的心火如果是虚火邪火，它不但吸不上来肾水，还会把你那条通天纹给烧断。很多人的手纹中间有断裂或者有倒纹，就是因为你脾气太坏，心神不宁。怎么办？要把这个虚火降下来，变成真火。我教你一招道家的秘法，叫做搭鹊桥。具体做法，平时没事的时候闭上嘴巴，把你的舌头尖轻轻顶在上颚，就在上排牙齿后面那个肉愣的地方有个窝，就这么顶着，不要用力。这在中医学叫任督二脉沟通。舌头是心之苗，顶上颚就是接通了电路开关。当你顶住几分钟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嘴巴里口水变多了，满口都是水。这个口水千万不要吐掉，这在中医学里叫精津郁液，是人身体自己生产的最好的补药。有了口水，你就分3次咕咚咕咚把它咽下去，想象它直接流到你的肚脐下。这就是在人工制造水火既济，用口水去灭心头的火，把它引到肾脏去。这个动作你要把它养成习惯，特别是在你想要发火或者心里很焦虑很想骂人的时候，马上闭嘴，舌顶上颚。只要你能把这口气吞下去，你的运势就保住了。我常跟人说，开口神气散，舌顶祸患消。你能守住你的嘴，守住你的心神，那条通天纹就会直直的往上涨，不会分叉，不会断裂。你看看那些大富豪，哪个是整天喋喋不休急赤白脸的？人家那叫沉稳，那叫气定神闲。第3章方，风水加持，清理中轴线。最后讲一点家里的风水。既然手相上有通天纹，那你住的房子也要有通天路，这叫天人合一。你回家看看，你家的正北方和正南方这2个方位是你家风水的脊梁骨。正北方坎位对应肾，你现在就回家看你家正北方是不是堆满了杂物，是不是如果你家正北刚好是厕所还很脏，是不是有发霉的东西？如果你家北方全是垃圾，那就等于你的肾脏被垃圾堵住了，你的财源怎么进得来？怎么做？马上回去清理，保持正北方的干净明亮。如果在那位置放一杯干净的水，或者挂一幅流水的画，那是最好的，那是养你的根。正南方离位对应心，这里代表你的名声，你的前途，你的光明。这里千万不能暗，不能脏。如果你家正南方是个黑漆漆的储藏室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出人头地，你的心就像被蒙住了一样。怎么做？在这里点一盏长明灯，或者放红色的装饰品，把你的心火点亮，把家里的这条南北中轴线清理干净，就等于在你的房子里也刻画了一条通天纹。这种环境场能的改变会直接反馈到你身上。讲了这3招，我知道肯定有人心里还是犯嘀咕，尼师真的这么神吗？正正脚跟扫扫地就能发财？我给你们讲个去年的真事。有个住在新北市的王大妈，58岁，老公去世早，一个人带大2个孩子，还要帮小儿子还赌债。她来找我把脉的时候，那个手掌干枯的像树皮，别说通天纹了，连生命线都断断续续的。她哭着问我，尼师，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要苦到死？我没给她开药，我就把上面这3招教给她了。我说，你回去别
别想那么多，每天正脚跟，把心定下来，把家里那个堆满破烂的北阳台给我清空。3个月后你再来。王大妈是个古艺人，她真照做了，每天早上咚咚咚正脚跟，也不出去跟邻居八卦吵架了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4个月后她再来找我，我看她那个脸色红润了，眼袋也没了，她笑着跟我说，尼斯，真奇怪，这几个月我不怎么生气了，身体感觉特别轻，而且那个不成才的小儿子突然转性了，不赌了，跑去学修车，每个月还知道拿钱回家了。这几天我发现我手心里好像真的长出一条淡淡的粉红色的线，我拉过他的手一看，就在手掌正中间，一条细细的但是连贯的纹路正在隐隐若现。诸位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你的心变了，你的行为变了，你的身体气场就变了。老天爷看你顺眼了，他自然会把那条代表财富和好运的线画在你的手心里。所以不要再抱怨你没有那个命，命是你自己修出来的，文是你自己养出来的。诸位跟着我走到这一步，我相信你们已经把前面的几招都记在心里了。正脚跟、搭鹊桥、清扫中轴线，这些都是术，是方法，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努力。但是在结束之前，我必须要把话讲透，要把这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手上有那条通天纹，身体也壮得像头牛，我也没看他乱搞男女关系，可最后他还是发不了财，或者发了财之后家里出了败家子，晚景凄惨，甚至还有牢狱之灾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中的核心，因为4个字，德不配位。这一条通天纹就像老天爷给你的与生俱来的一个聚宝盆，前面教你的强肾降火是在往这个盆里注水，让财气流进来。但是如果你这个盆的底是漏的，你装多少金银财宝进去，最后都是一场空。这个盆底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良心，就是你的德行。我看了一辈子病，算了一辈子命，我看透了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风水不在祖坟，不在豪宅，而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很多50多岁的人为什么越活越苦，越活越累？因为他心里那个贪字太重了，那个嗔字太重了，看不得别人好，跟亲戚斤斤计较，对儿女控制欲太强，对媳妇指手画脚。你的心里装满了垃圾，你的脸上全是戾气，你那条通天纹就算长到天上去了，接下来的也不是福气，那是雷劈，是灾难。真正的通天，通的是什么？通的是天道，是善念。如果你想让你晚年的财库稳如泰山，除了练我教你的动作，你还要做一件事，去布施，去利他。不要跟我说，尼斯，我自己都没钱了，泥菩萨过江，我怎么布施？大错特错。谁告诉你布施就是要捐钱？那是因为你被那些假大师骗了。佛法和道法里讲的布施，从来不是比谁钱多。什么叫布施？你出门看见邻居提重物，你搭把手帮一下，这是利布施。你出去买菜，对那个卖菜的小姑娘笑一笑，说声谢谢，这是言布施。你看见儿媳妇辛苦，少骂2句，多夸1句，哪怕是心里默默祝福她，这是心布施。诸位，这才是真正的养文啊！你给出去的每一份善意，最后都会变成你通天文上的养料，加倍的回馈到你身上。这就是易经里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把自己修成了一个发光体，不用你去求财，财自然会顺着光来找你。这就叫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。把心修好了，你坐在垃圾堆上，那里也是风水宝地；心坏了，你住在皇宫里，那里也是凶宅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前面的重点有点模糊了，没关系，我再用最精炼的大白话，把这整套逆天改命的系统给你们复盘一遍。你们哪怕记不住别的，把这几条记住，这辈子就够用了。第一，认清那个纹，哪怕你现在手上光秃秃的，或者纹路乱七八糟，不要怕，那是因为你之前的身体气血没通，心神没定，纹路是会变的，它不是定死的。只要你从今天开始改，那条通天纹迟早会长出来。第二，守住那个根，记得我说那个烧开水的比喻吗？肾是水，心是火。你要想发财，先要把身体搞好，别再去熬夜打麻将了，别再去喝大酒了。
每天早上起来正脚跟，把那个肾气正醒，平时没事舌底上颚，把那个心火降下来，这就是在帮你接通那根财富电话线。第三，扫好那个地，回家第一件事，看看你家的正北方和正南方，那是你的坎和离，是你的根和魂，别让垃圾堆堵住了你的财路，把那里清前进亮起来，你的运势自然就通了。第四，修好那颗心，这最重要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把你的心胸打开，别跟人计较，你的心量有多大，那条通天文就能装多少财。听懂了吗？这4点就是我教给你们的生理风水术，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去做，要坚持做。好了，天机已经泄露给你们了，方法也教给你们了。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邀请你们做一个仪式，这是心理学上的心锚，是你在给你自己的潜意识打上一道思想钢印。请再次伸出你的手，看着你的掌心，不管那条线现在有没有，你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，我有这个福气，我接得住这个财，我从今天起心肾相交，水火既济。然后我要你在评论区，在这个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能量场里，大大方方地写下这8个字，通天大运，晚年大富。这不仅仅是打几个字，这是你在向宇宙向老天爷下了一张订单。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要带着一种必定如此的信念，当你看到别人的评论时，也不要吝啬回一句祝福，这就是在积口德，这就是在攒福报，让这个善的能量流动起来，让我们这个评论区变成一个充满了正能量，充满了祝福的聚宝盆。所有在这里留下善言的人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批人。我们下期见。